5月8号，中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圆满完成为期8天的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江南造船厂码头。这8天的进展受到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那么，福建舰下一次出海测试将被安排在什么时候？福建舰还需要多久能形成战斗力？来看看报道。 人民海军官方发布了福建舰这次海试的4K 超高清视频，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微博“中国军号”配发的图片展示了福建舰驾驶室的舱内情况，干净整洁，一目了然。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电子系统。有军事专家认为，这表明福建舰信息化程度很高，具有高度集成化的特点。 福建舰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它出港时烟囱冒出的轻薄烟雾显示其动力系统运行状况良好。此外，福建舰采用了电磁弹射系统，对电能消耗的要求极高，包括电力质量和瞬时输出功率等系统控制工程都是顶级的科技难题。 据介绍，海试期间，福建舰相关测试达到了预期效果。从公布的视频来看，福建舰稳定性强，航行期间非常平稳，说明其各方面设计是合理的，动力系统可靠。还有观察指出，福建舰的转弯非常丝滑流畅，从中可以看出其机动性能比较好。大幅度转弯显示出福建舰的动力系统能够支撑航母进行高速机动。船上载那么多东西。 然后要来一个180度的急转弯，这是考验这个战斗力一个很好的方式啊！而且你在转的时候会有几个问题出现：第一个，风向不听你的话；第二个，海水的潮流也不会听你的话啊。 据介绍，福建舰这次海试分为设备和海军官兵2大块内容。与设备相关的海试项目，在人民海军技术术语上概括为6性：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保障性、环境适应性、安全性。海试由海军官兵负责操作，表明海军官兵已具备操纵福建舰的能力，而上舰官兵的居住性等方面也是重要的测试项目。 在第一次测试的时候，主要是测试它的动力，因为你只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只有一个强大的动力，你才能让这个8万吨的大型航空母舰在海上乘风破浪地走起来，而且你要走得快，因为你是要作战使用的，所以它第一次的试验就证明它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速度。然后呢，就是第2个问题，它是要靠电力 来照明，来给其他的各个部门，特别是你将来还要使这个舰载机弹射起飞，这也需要大量的电力。所以在初步测试的时候呢，你的供电量也在进行相应的检测。所以心脏、供血现在证明都是良好的，这就为未来就是下一次的海试奠定了基础。新华社报道称，下一步福建舰将按既定计划开展后续试验工作。 时事评论员曹卫东分析，福建舰后续海试将在更复杂的条件下测试动力与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如检验持续高速航行下的机械磨损情况、高速状态下转弯半径的大小，以及在高海况条件下的抗风浪性。之后才可能进行舰载机起降等试验。在未来的海试中，你肯定还要跑更高的速度，你还要跑更长的距离、更长的时间，你的供电量 可能进一步的增加，因为你这次没有舰机的协同，你没有起降这个舰载机，那在未来的时候，你就要就是在短时间内充电，然后放电，然后把这个舰载机弹射出去，那这个都是它未来要进行测试的。 深圳卫视梳理此前报道发现，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从2011年8月首次海试到2012年9月服役，在13个月里共进行10次海试，再到2016年11月宣告具备作战能力，共经历了5年多时间。第2艘航母山东舰从2018年5月首次海试到2019年12月服役，在19个月里进行9次海试，再到2023年10月前出西太平洋进行高强度实战化演练，也耗时5年多。
曹卫东认为，福建舰的吨位对中国海军而言前所未有，还采用大量创新型技术，即使后期所有海试一切顺利，1年半的时间也是正常需要。例如，由于电磁弹射系统对成功率的要求更高，需要达到4000次至5000次才能出现1次失误的标准，因此相关测试也将极为严谨。而此前2艘航母采用滑跃起飞，则没有这方面的测试需求。那我们看福建舰，它吨位更大，新的装备设施更多，可能测试的项目也更多，可能遇到的难题，或者是问题可能也会更多。所以按照通常啊，世界上啊，就是以前建造航母的这些国家呀，这个测试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如果能用比如说1年半的时间，比别人测试的时间还短，那就是一个更好的水平或者超水平发挥了。美国舆论高度关注福建舰首次海试取得成功。美国军事专业网站战区评论称，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航母力量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美国外交关系国际事务委员会研究员布莱德福认为，福建舰首次海试成功是中国海军重要的里程碑，代表他们进入了拥有顶级航空战力的海军俱乐部。英国《每日电讯报》预计，用不了多久，福建舰就会完成海试并搭载第1架飞机。中国已经拥有大量强大的护航军舰、补给舰和潜艇，随时准备在福建舰周围组建一个航母打击群。大陆在硬体这一方面，在航母的电磁弹射，它原来在追前面的车尾灯，它一步要到了前面。你就从这个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一个进步非常之巨大，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我相信美国现在一定极其的好奇。我的天哪，中国在弯道超车速度如此之快。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主任的舒斯特认为，按照中国海军的效率，福建舰服役后最快需要10个月就形成战斗力。他指出，福建舰形成战力后，中国海军在西太海域的主场优势将进一步加强。如果福建舰能够交给人民海军，它所产生的这个影响，或者是说它给人民海军带来的这个战斗力的提升，啊，那是非常巨大的。它不像山东舰和辽宁舰是一个同类型的这个舰艇，而且是滑跃起飞，那它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它这个执行各种任务的能力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它可能起到以1顶2啊这样一个作战的能力。这是对人民海军的这个近海防御、远海就是护卫这种海军战略的变化啊，它适应或者执行的时候呢，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福建舰的成功海试标志着中国航母与海军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大家知道，曾经称霸过世界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目前只有伊丽莎白女王号与威尔士亲王号2艘航母在服役，而且这2艘航母还经常因为动力系统故障而抛锚在海上。被号称为欧洲强国的法国，也只有戴高乐号和弗朗索瓦·奥夫涅号2艘航母在服役，其中戴高乐号已经是垂垂老矣，行动不便。欧洲另一强国意大利，虽然号称为拥有3艘航母，但其中包括了1艘即将退役的以及1艘轻型航母，真正服役的大型航母只有1艘。而南亚强国印度虽然号称为拥有2艘航母，但真正能够服役的也只有维克拉马蒂亚号1艘。同时，此前一直号称为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俄罗斯，也只拥有1艘航母，而且一直躺在造船厂，处于维修状态当中。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没有航母在服役。通过这一组数据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面来讲，已经正式迈入了3航母时代，并且其中的福建舰还创造了多个世界第1的中国，已经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2航母大国。同时，我们知道，航空母舰事业的发展，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水下潜艇、水面舰艇、空中飞机等3股力量已经捏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战斗体系。因此啊，我们将一个国家航空母舰的发展水平视为这个国家海军发展水平的标志
一点都不为过。中国海军经过长达70多年的卧薪尝胆，已经使得亚太甚至是印太地区，尤其是美西方构建的所谓第一岛链类的海上安全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变。未来中国的航母事业，它的发展不仅潜力与空间巨大，而且将会干劲十足。那在您看来，随着福建舰的海试成功，未来中国的航母将会在维护国家安全与领土主权完整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注意到早前网上曾经流行着一股中国发展航母无用论，因为相较于美国，中国的航母事业不仅起步太晚，而且实力差距相当大。那么随着福建舰海试的成功，我相信这种声音将会逐渐销声匿迹。在这里，我想要说的是，目前中国所面对的威胁，并不仅仅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制与围堵，中国同时还面临着一些周边国家，甚至是一些小国的侵权与骚扰。面对美国的围堵，我们可以通过发展不对称军事优势，比如战略核武器、反航母导弹等等，让美军不得不有所忌惮。但是面对周边邻国的侵权行为，过去我们的军事力量却显得大而不强，尤其是没有拥有针对他们的不对称军事优势。我们国家有的，人家基本上都有，甚至还更先进。在这种情况下，航母事业的发展就可以让中国拥有针对周边国家的不对称军事优势，同时让中国在与周边国家谋事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占据主动，让一直觊觎中国领土的相关国家知难而退，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也就是说，航母事业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在军事战略上上对美国，下对周边国家，都可以拥有相应的不对称军事优势，等于是为我们的国家安全上了双保险。在这里，我尤其想要指出的是，福建舰海试的成功，意味着两岸的军事力量失衡在进一步加剧，甚至意味着在面对台湾地区的时候，大陆的军事力量已经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未来台独势力以武谋独、以武拒统将会变得更加不可能。而福建舰的这次海试，选择了在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即将上台执政与发表就职演说前夕，这一个时机点呢，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对此啊，台当局可以自行去解读。